川普又被耍了。2025年6月，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稀土审批拖延，实则揭开了北京笑里藏刀的新剧本。《华尔街日报》6月27日报道，尽管中国在2周前拍着胸脯承诺放宽稀土磁铁出口，但至今仍迟迟不批关键许可。更离谱的是，美国企业不但等不到货，还被要求交出敏感技术数据，比如磁铁最终装在哪、用途是什么、电机结构如何，连买家姓名都要写得明明白白。稍有拒绝，对不起，申请直接驳回。据媒体透露，中国安全部门直接主导许可系统，不再由商务部一言堂。每份申请都得逐级审批，涉及国防、汽车、能源等敏感行业者，一律高压打击。美国企业无奈透露，连用于生产玩具马达的微型磁铁，也被要求提供全流程供应链信息。申请表格多达10几页，光填写就要花掉2-3天，然后是1个多月的审批流程。而这一切，仅仅是从4月北京宣布加强稀土出口管制以来，日益加剧的困局冰山一角。据 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的数据，中国控制着全球90%以上的稀土磁体供应，而北京却不愿承认，这种独门武器正在变成自断经济动脉的利刃。6月26日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援引一位稀土进口商的话称，中国的审批系统繁琐得令人窒息。一个许可申请拖2个多月，结果可能只批一点点，还要求我们保证不会囤货。最离谱的是，中国商务部居然开始歧视性审批，大型国企靠得住，能快速拿到出口许可，小型私企和外资背景公司，先等等看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，不听话就让你断供。6月26日，美国总统川普满脸自信地宣布稀土问题已解决，称美国与中国在日内瓦签署协议，中国将恢复稀土出口，并依法批准许可申请。但就在隔天，《华尔街日报》的重磅爆料狠狠打脸这场外交胜利，中国根本没有实质性加速审批，还继续选择性发放许可证，连德国都看不下去了。德国工业联合会罕见发声明，直指北京在用出口许可制度当政治武器。而德国是中国稀土磁铁最大客户之一，5月的出口同比骤降 55%。 连自家大客户都被这样对待，美国能好到哪儿去？中国把稀土当成战略武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4月，北京宣布将7种稀土及高性能磁体纳入军民两用物项，必须申请特别许可才能出口。这是个什么制度？简单来说，你要出口就要接受北京的逐项审查、分类控制、用处核实、敏感数据提供。拒绝，那就别想通过海关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即便是不含被限制稀土元素的磁铁，也要提交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报告，证明无害才能出口。5月28日，美国商务部发出通知，禁止向中国出口关键半导体化学材料及高端机床软件。5月29日，川普政府进一步下令，暂停中国留学生的高科技领域签证，甚至考虑吊销部分在美中国学者的签证。这是一场从贸易打到签证的全面反制。6月11日，川普亲自站上真相社交平台，宣布新贸易协议，中国将向美国优先供应所有稀土材料，美国则恢复部分教育交流项目作为交换。川普甚至声称这是我们最好的协议之一，但现实再一次告诉他，中国从来不守承诺。稀土真的是杀手锏吗？答案是不是。北京打出的稀土牌更多是心理战术。在全球供应链高度多元化的今天，稀土不是中国独有的命脉，反而是中国自己难以割舍的命根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稀土永磁产量接近30万吨，
足以制造超过1亿辆电动车。但中国国内只消化了40%，剩下的60%必须依赖出口，否则库存爆炸。金利永磁和中科三环这两大厂商2024年海外销售额分别占比18%与60%。2025年5月，稀土磁铁出口同比下降52.85%，对日韩的出货量分别大跌81%与57%。很多人以为中国稀土是稀有战略资源，但如果你查过数据，就会发现现实讽刺的可怕。人民网2025年5月曾刊文直言，中国稀土市场总体上供过于求，产大于销，需求增量很快被过剩产能吞噬。这不是别人说的，这是中国自己的喉舌承认的事实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提炼的稀土材料可支撑全球电动车需求2倍以上。北方稀土的稀土盐类和金属库存占总资产的35.2%，成了压舱石。2024年，仅中国内地就新投产10家稀土永磁工厂，但利润率普遍不足5%。说白了，中国稀土不是稀，而是烫手的山芋，一旦断供别人，库存先把自己拖死。2024年，金利永磁、中科三环2家龙头企业的海外销售额占比飙升，其中中科三环60%的收入都靠出口。你觉得他们愿意断货吗？当然不愿意。但问题是，不是他们能做主，而是北京在做政治操作。所以在5月那一轮出口管制之后，结果是什么？一家也没好过，谁也没赚到钱。你以为别人只能靠你，其实人家早有备选。2010年，中国因为钓鱼岛争议对日本断供稀土，结果如何？日本花了2年时间就建立起再生稀土提炼体系。澳大利亚 Lynas 稀土工厂在马来西亚落地投产。欧洲组建稀土研究联盟，德国、法国分别储备了稀土核心材料。加拿大在2025年投资10亿美元启动5个稀土开采项目。美国 MP Materials 在内华达州复产废弃稀土矿，已完成军用标准纯度认证。美国地质调查局早就说了，我们不缺稀土，缺的是愿不愿意付出环保代价。而中国恰恰的优势就在这点，不顾环保。每提炼1吨稀土，会产生2000吨伪矿渣，会产生1000吨重金属废水，会释放12000立方米硫化物氢氟酸，还会留下1立方米放射性固废，处理费高达数万美元。也正是这些血成本，成就了中国稀土的低价垄断。花旗银行研究曾指出，美国稀土消费中军工占比不超过1%，而美国军方已储备10年份额以上的稀土。更现实的是，很多稀土下游产业早已移出美国本土，比如电动车电机多数在墨西哥、韩国、东南亚生产，风力发电机磁体主要在德国和丹麦制造，消费电子如苹果产品也不再依赖美产装配。所以中国这一次打出稀土牌，除了逼美方政治表态，根本影响不了美国实质产业链。美国媒体评价，中国用稀土打美国，其实更像是自残式谈判。而川普的回应也很简单粗暴，签了协议，但加了限制条件，恢复教育交流，但限制芯片出口，表面让步，背后打压。川普的战略不是信任，而是引蛇出洞。全球2025年5月稀土磁铁出货量环比暴跌52.85%，而出口下降最严重的却不是美国，而是对德国下降55%，对日本下降57%，对韩国下降81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这一次的惩罚打偏了，最先中枪的是朋友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出口企业
自己也伤筋动骨。北方稀土、盛和资源、金利永磁等上市公司4月至6月营收大幅下滑。中科三环甚至发出预警公告称，出口政策变化或将对公司全年利润构成不确定影响。自己把自己干趴下了。不要忘了，美国早在2020年川普第1任期内就重启了稀土国家战略。MP Materials 获得国防部直接资助，优先满足军方订单。2024年初，美国通过关键矿物法案，对非中国供应链的稀土材料进口予以零关税优惠。当中国拿稀土当筹码时，美国拿的是芯片、航空软件、乙烷与丁烷高端材料、教育签证。结局怎样？稀土出口没有恢复，美国芯片也没回来，但中国本土磁铁库存已经爆了仓。谁输谁赢，不言自明。从2010年到2025年，中国已经2次打出稀土牌。第一次让世界警醒，第二次让自己崩溃。MP Materials CEO 利廷斯基直言，稀土已经从商业物资转变为地缘政治武器，而中国的信任度也随之一落千丈。地缘政治的断层线已经在世界供应链上刻下裂痕。中国从世界工厂到战略威胁的转变，只用了15年。这一次，川普确实又被耍了，但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次有机会耍美国了，因为全球稀土去中国化已经启动倒计时。